能讓洛聖都警局丟臉的事，莫過於警局罪證存放室被洗劫一空，3名面罩男手持改装消音霰彈槍，先后残忍杀害了2名化驗室值班警员。他们不仅偷走了足足63份 DNA 证物包，得手後還試圖用催化劑一把火燒掉整個化驗室。此事件一出，警察局聯合特警組和檢察院集體抓狂，因為丟失了證物就意味着會有63名重刑犯被無罪釋放。而且最關鍵的是，外界如果知道這件事，那麼群眾將不再信任警方和地檢部門，眼下只能封鎖全部消息渠道，將希望寄託於特警組能夠抓捕劫匪。但那把火將化驗室燒得毛都不剩，更別提指紋什麼的了。好在劫匪使用的霰彈槍賊拉尿性，隊長洪都正好認識一個道上小有名氣的槍販子，而另一邊，槍販子正在向客戶介紹德拉克 NK9 毫米步槍。說真的，這小子不去幹房產銷售都屈才了，這把槍雙11搞活動，批發價才要600塊，搞得我都想從他這裡進批貨了。Here, we'll take a case. 哎，你說巧不巧？反恐特警組順着槍聲就找上了門，怎麼個情況？剛才是誰說要買1箱步槍來着？這一屋子的槍械怎麼說也夠判個終生監禁了。男人也不傻，面對D220小組的提問是有問必答呀。據他交代，昨天確實有3個人從他這買了3把 S12K 消音霰彈槍，可目的並不是打劫罪證實驗室，而是滅口那個昨晚實驗室僥倖活下來的女人。洪都突然意識到了什麼，他立刻通知了守在醫院病房的指揮官希克斯，趁着殺手還沒有出現，希克斯趕快將昏迷不醒的女目擊者轉移到了对面病房。而此刻3名喬裝打扮的殺手也出現了，留下1人望風，其余2人手持大家伙进入了病房，但迎接他們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以及埋伏已久的希克斯。老希克斯確實有2把刷子呀，不然也坐不上反恐特警指揮官的位子。另一個負責望風的男人看到電梯緩緩上升，門一打開，他就朝着裡面瘋狂射擊，結果卻打了個寂寞。沒想到人家特警是走樓梯上來的，帶回來一審訊才知道，這小子竟然不是劫匪。他之所以要將那個女人滅口，是和3名劫匪達成了交易，如果事兒辦成的話，劫匪就會把屬於他們的證物包送給他，那樣就能成功脫罪了。可眼下劫匪的身份依然是個謎，如果劫匪真的要用手裡的63份證物包換取錢財或者利益的話，那麼道上應該能或多或少打聽到消息。這個時候有一名靠譜的線人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，於是洪都花了1天的工資，在百事通小紅的嘴裡聽到了有用的線索。據他所說，有許多幫派大佬在3名神秘人的手裡買到了屬於他們的證物包，而這棟豪宅的主人就是其中一個買家。還別說，這家主人的口味挺獨特呀，竟然雇了幾個極品女安保看大門，解決掉門口的守衛後，真正的大佬竟然要燒毀證物箱。多虧迪肯眼疾手快拿了出来，死胖子說这是他花了30萬買回來的證物，不光只有自己，道上好多人都買了，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身份，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搞得那夥劫匪還怪神秘的。特警組這邊踹門抓人是行家，但破案他們也不拿手呀，這下可頭疼了。直到這名罪證化驗室僥倖活下來的女人蘇醒，總算又有了新的突破。女人記得當時中槍後1枚空彈殼滾向了她，於是順勢將彈殼藏在了控制面板下面。很快隊員們就順利找到了這枚空彈殼，並且提取出了上面的指紋，匹配到一個叫約翰的光頭佬。這老小子是監獄的常客，最近剛剛假釋出獄，他在監獄時就經常花好幾個小時上網，專門研究虛擬罪證化驗室的結構，就是他沒錯了。接下來警方監控了名單上的其餘罪犯，有便衣警察傳來消息，說一名罪犯正提着幾十萬去某個地方交易，行跡十分可疑。果然另一邊，罪犯已經與劫匪碰面，眼看雙方就要完成交易，負責監視的便衣警察等不及要收網了。如果不是反恐特警到的及時，估計這幾個老警就要涼了。幾個業餘選手怎麼幹得過專業的反恐特警呢？沒幾個回合他們就死得死跑的跑。其中那名搶劫罪證的主犯試圖駕車逃跑，洪都則一路狂飆限制着劫匪，因為他在等一個機會。只見洪都突然減速，黑色貝蒂橫衝了過來，最後一名劫匪也徹底完蛋了。警方追回了大部分的證物包，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